这盘精彩对局选自第2届上海杯象棋大师赛，红方是玉面神佛蒋川，黑方是新科状元王阔。开局选择先指路，黑方对兵局，红方选择兵底炮，黑方飞象下得非常稳健，红方选择边马，黑方马八进七。那么双方出车之后，红方选择巡河车，以往走的比较多的呢是马八进七，黑方如果进炮封车，红方可以补士补象再出贴身车，左翼的子力出动比较快。那么这盘棋蒋特大呢选择巡河，应该说呢是比较均衡的下法。黑方平炮对车也是必然，红方车2平4，先避开黑方。黑方此时选择平炮，瞄住红方底象，红方先把象补起来，相当稳健。黑方拐角马，红方出马，黑方出车。那这个局面下，如果红方选择车5平8正常出车，车炮会被对方给牵制住。蒋特大呢走一个炮8平9，有其深意，将来准备补士出贴身车，效率较高。同时这支炮瞄住了黑方的边卒，黑方的马在拐角的位置上，这个边卒无人看守，所以红方平炮呢是非常有针对性的下法。此时黑方选择巡河车，红方按计划补士，准备要抓马了。黑方先把马逃开，红方马七接6，相当积极有力，将来辅有兵七进一送兵，在车5平8抓马的先手。黑方先拱一个边卒，红方也拱一个边兵。局面进行至此，双方进入终局的扭杀阶段。黑方此时走的是车8进1，但是这步棋不如走车8进3来的合理，可以给中卒进行一个有效的防守。那么如果红方此时选择兵3进1攻击黑方，黑方可以选择干掉，再选择跳马。由于这个车已经给中卒生根，不怕红方的进攻。实战当中走的什么呢？实战走的是车8进1，那相对于进3，对于中卒呢失去了保护，蒋特大直接兵3进1发动攻势。如果黑方此时还选择拱过来，那么红方吃过来，火力瞄住了黑方的这只马，你现在就不敢轻易乱跳，否则呢红方这里有一个先送兵，再抓马，再踩中卒，这里就看出来黑方的车抬到下2线，不如在卒林给中卒生根。现在红方呢有了一个踩中卒的先手，那现在你躲车，我直接炮打底象，再把炮吃掉，这样的红方多一个象，大占优势。也由此黑方呢是陷入一点点吃亏。实战当中选择抬横车之后，红方兵3进1，黑方不敢轻举妄动，实战当中走的是炮3退1。那么红方果断选择兵3进1冲过去，再把黑方的这只马给打掉交换，然后出车抓马，又是一个先手。黑方有一点点疲于奔命，车7进2抬起来，用边炮给马生根，红方顺势踩卒进去，防住了对方炮3平2打车的点位。这个局面下呢，黑方考虑炮3平7比较合理，直接瞄住红方底象的弱点，将来准备要平炮，形成双杯陷阱。那么如果红方选择跃马跳起，黑方可以先进车顶住，下步棋平炮打象、平炮打马等等，都是黑方可以选择的方向。应该说呢，黑方反弹力比较强。实战当中黑方选择马2退4，还是稍微有一些保守。红方此时选择回马避让，黑方平车对车，红方继续闪开不跟黑方呢去硬碰硬，继续保持子力的复杂性，多兵占优。黑方此时走了一步平炮，目的性很明确，下步棋呢要塞象眼攻击红方底象。蒋特大呢走一个退炮，事先把这个点给守住，但黑方非常头铁，直接进车点强行准备搞高底象。红方呢就走一个退车，那显然你黑方不能打象打象我就砍掉你，再吃你的车，这样的话呢红方就得子了。实战当中黑方把车推到这儿，匪夷所思为什么不选择退车去吃马呢？眼看着抓马是一个先手，为什么不走呢？这步棋确实是没有太理解。各位棋迷，大家知道原因吗？如果红方此时走一个平车，黑方可以跳马，就算你踩掉我的中卒，我退车一捉呢也完全不惧，黑方反弹力还是比较强的，将来这只炮伺机还可以再拉过来攻击红方底象。应该说呢红方没有什么便宜可占的，但就是这样一步棋，黑方并没有这么下，个人觉得呢确实有点过于保守直接强行退车将中卒给守住。
那么红方平炮打马，黑方就跳马上来，红方再进车吃炮，再选择进车。那由于黑方下的比较软，比较忍让，那么红方呢就连续抢先占据主动。这里呢再选择跳马上来，应该说呢所有的大子都处于一个进攻的态势。黑方拱中卒，红方回马金枪登车，黑方进车顶住。红方选择平炮，准备要进炮打车了。黑方先打一手车，把红方的车赶走以后，再选择点进来，已经做好了一车换双的准备。此时蒋川特大选择马进3登车，看起来黑方白吃一马，但红方可以进炮直接打串。黑方果断接受，红方呢就把车给打了。下到这里黑方呢选择炮打炮是比较好的。如果选择用车吃，由于呢这个炮在家里面没有对红方形成有效的威胁，我们势必也演变一下，黑方打过来直接威胁红方边兵。如果红方还是按实战的思路选择进车，准备搞中象，黑方可以杀掉中兵，你不敢去踩我，否则呢我这边一将军再一将军，用炮把这个马就给抽掉了，显然红方就大亏了。因此我们通过分析呢，这个棋选择用炮打出来是比较有杀伤力的，将来可以考虑去架中炮。但黑方选择用车来吃，又是有点过于保守的下法。红方呢选择下底车，准备马踩中象，黑方落一手士，红方再选择退车，威胁黑方中卒。此时选择卒5进1当然是可行。那么黑方呢可能是已经做好了去稳妥处理的一个思路我们前面的很多招法和黑方的选择就能看到这一点。所以黑方呢中兵也不管了，直接呢给你吃。那么红方果断把它踩掉，你一吃我一吃，那形成了呢双车对车双炮摄像权。这个棋大概率还是要和棋，但红方呢还是有一定的机会。我们来看蒋特大的这个残局是怎么处理的。黑方吃边，红方也吃边，吃完之后红方2支兵，黑方1支卒。这个棋看起来呢还是要和的，因为我们分析一下，就是黑方用一个炮换一个兵也是和棋，但黑方会怎么出问题呢？这里红方先走一个平车吃，黑方抬一个弹子炮走一个炮3进1，弹子炮连防之后，红方兵7进1再冲上来。这里黑方用象飞掉呢也是正确的用一只象换一个兵呢还是划算的。那么红方一吃。以下呢双方的招法还是比较正常，红方冲一冲兵，黑方冲一冲卒，黑方占个肋，红方呢这里点进来控制一下布置线，主要是针对黑方的这个单象。那下到这儿呢，黑方先摆一个中车，红方躲，这里威胁底线，黑方平炮先顶不能让对方下底一将呢把炮给吃了。那下到这儿呢，红方甩车，目的很明确，就是还是要下底一将吃你的炮。那么黑方正确的走法是选择炮2平4。以下如果你将我就选择电炮，你过来抓我呢，我就选择抓兵你吃我炮，我吃你兵，这个血就喝干净了。实战当中，黑方在这步棋上走出了本局的败招，应该说呢也是残局失败的关键。黑方此时走了一个车5平4，应该说呢对车也不是说完全就命中注定要输了，但是这个阵型不对，这样去对车呢被红方给牵制所利用了。应该说这步车5平4是失败的根源，也是本局的一个转折点。那么红方当然不让下底一将，你不能落士落士我就白吃炮，所以呢只能电车。这样呢一对，你的老将呢还得出来。黑方的这个弹子炮呢把红方死死的吊住，顺手牵羊先把卒给吃了。黑方现在就无计可施了，只能是忍痛先进一个老将。红方继续点车进来，控制住你的弹子炮，同时控制住底象。这个棋呢黑方就很难受没有什么好棋，选择出将。红方平车再把你给吊住，你现在炮要是敢乱动，我就直接把你的底象给逮了。黑方无棋，只能呢走闲。红方飞象，黑方继续走闲。红方利用这样一个时间呢，把自己的阵型调整到位。黑方呢走一个炮2平3。蒋川一看这个棋呢时机已经成熟，果断发动了总攻，选择兵2进1把兵冲下来。黑方此时继续走闲，红方平车吊住你，再选择下兵，几乎呢已经是锁定了胜利。那这里黑方走一个炮6平7，应该说呢也是给红方下了一个陷阱。红方显然是不能用兵来吃炮，
否则黑方打过来呀，这个棋就和了。你现在平车捉，人家底象也给了，你一吃，人家一抬炮，下步棋准备炮6平4，形成关和的一个架门啊。这个棋炮2个士和单车是一个基本的定式。所以啊，红方此时呢肯定是不能吃炮，选择兵2进1，好棋，用一个底兵准备老兵收山，干掉黑方的士象。黑方现在象不飞，我要白吃你，所以呢选择飞起来白送啊，效果几乎差不多。把红方的车勾引开呢，也效果不大。黑方此时选择上将，想去摆脱，但红方呢平车一捉，继续牵制你的弹子炮。这2只炮啊真的是难受死了。选择躲，红方呢进车一牵，黑方没有办法，选择老将上天。如果你的老将下去呢，也用处不大，我直接可以靠兵进来，继续威胁黑方。一个兵换2个士呢，几乎已经是最好的结果。红方此时选择退车交叉，黑方选择回来，红方选择靠兵。那这支兵破黑方的士已经成为必然，黑方几乎已经是败局已定。红方此时呢选择平车抓一下，再抓一下，用兵白吃掉你的底士。黑方此时呢选择占一个中炮，红方退一手车。如果你不吃我的底兵，那将来我平车抓炮道理也几乎差不多。留一个底兵呢也是永远的后患，索性黑方硬头皮把这个兵给吃掉。红方抓一下炮，把你的炮赶走以后，再通过叫将呢把另外一个士呢给消灭掉，那么形成了经典残局，单车对双炮光将的一个形式。黑方不是说完全就没有办法和，如果让黑方形成弹子炮和一个老将啊在同一条线的一个形式，是可以和棋的。那么红方啊就不能让你黑方走成这样的形式。首先呢这里呢是先将一下，那么黑方只能下将，你不能电炮白吃。这里呢走一个抓炮，再来一个顿挫，那黑方呢选择把炮点起来，红方先出老帅牵制黑方，黑方没有办法。现在呀始终是无法形成2只炮的隔老将的弹子啊，这个炮来不及收啊，收不回去。红方此时呢就进车一将，再选择退车吃炮，这个炮呢只能躲，红方再抓你只能回去，再选择站中。现在你的4路炮是左右不能移动的，前后也不能走，只能走这个5路炮。那么5路炮呢只能往旁边躲，把你这个炮赶走之后，再选择进老帅啊，抓一下再进老帅啊，这样的控制住中路，准备要进车叫将去偷吃你的炮。你现在还是不能选择轻易往回退啊！如果这个棋你选择往回退，那这个棋呢，我进车一将，进车一将，你不能选择下去，我一将呢就要吃掉你的炮，你只能上来。这样呢，我一定是先走一步进车，不让你呢走到炮6平4，形成弹子炮的和棋架势。那现在你的炮呢就无处可走了。你如果往其他位置走，我依然是要抓你的死炮；如果你放在这儿，我还是要抓你的死炮。那抓你的死炮呢，你往前走我就将军啊，死棋了。你如果垫上，我进车一将也是死棋。所以这个棋啊，黑方很尴尬，总是呢无法走到弹子炮的一个和棋架门。应该说呢，蒋特大这个残局呢控制的是极为到位。黑方一看退炮不行，选择把炮往前点，那么红方呢这里就将一下，再一抓啊，再来一波顿挫，那黑方呢就不行了。走到这儿啊，平车一捉呢，黑方就已经投子认负了。因为现在这个炮被捉呢，只能选择往回退，红方再选择平车一捉，黑方呢炮就丢了。你现在炮呢不能躲，躲了我下底将死，眼看着被我活捉啊，那这个炮被捉死啊，黑方呢也基本就被吃光了，所以黑方呢也就不再走下去，选择了投子认负。